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知居。上个月官宣了火影官方小说《佐助列传》漫画化的消息，这放以前本来是件好事，像之前动画化的小说《有真传》《鹿丸秘传》《木叶新传》都取得了不俗的口碑，大家基本也默认了小说剧情要比动画原创剧情靠谱一些。但这次的《佐助列传》却翻车了，这本小说在前年发售时就遭到了部分佐助粉丝的抵制，还引发了佐粉和佐音党的口水骂战。佐助粉丝的不满点有4，首先就是小说封面，明明是佐助为主角的小说，小樱却占了封面很大版面，对比同系列的《鸣人列传》，大蛇丸就没有玄彬夺主。其次就是小说里佐助的遭遇太过凄惨，第1章里就介绍了佐助因执行任务被关在一所环境恶劣的监狱里，天天顶着严寒做苦力，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。后面又为帮助鸣人治病，忍辱负重，被多次殴打，甚至被扇耳光。我来读一下其中几个片段，大家来感受一下。驯龙们高兴地挥舞着铁棒，殴打着佐助的肩、锁骨和后背。佐助无意间发出的啧舌声被视作反抗，结果陷入连巴掌都被扇的窘境。佐助因为没有对窃窃私语的狱友做出警告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迁怒，结果挨了比狱友多3倍的棒子。那一天，佐助被8个巡逻殴打了好几次。这种剧情别说是佐助的粉丝了，就算是个普通火迷也接受不了啊。然后就是佐音糖太多，让佐助粉丝觉得佐助人设崩塌。比如佐助的狱友想勾搭小樱，惹得佐助生气吃醋，为此佐助还用土遁制作了一枚戒指，亲手给小樱戴上，想告诉那些打小樱主意的人名花有主啦。还有帮小樱擦眼泪，担心小樱安危，焦急的呼叫小樱的名字等等。虽然佐助对小樱是有爱的，但这份爱应该是含蓄的、深沉的、内敛的。像小说里这样的表达，佐粉深觉不妥，认为不符合佐助原本的人设。最后就是佐助在小说里的表现并不好，相反小樱的高光时刻却很多，让佐粉大呼这不该叫佐助列传，应该改名小樱列传、佐樱列传。所以连带小樱和佐良了一起成了佐迷宣泄不满的对象，所以小说发售后就遭到了部分佐迷的抵制和谩骂。首当其冲的就是作者江坂纯，佐迷指责江坂纯夹带私货，踩一捧一，迫害佐助，利用佐音的热度掐烂钱。他们想看到的是佐助的智慧、力量以及面对困境时的冷静。岸本用15年塑造的佐助，现在却被江坂纯一笔给毁掉了，这是绝对无法让人接受的。最后这事还落到了江坂纯推上去，不过江坂纯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迷惑，他不仅对佐迷理性的批评置之不理，还点赞了佐音党diss佐迷无理取闹的推文，这让佐迷更加冒火，引发佐迷有组织的抵制。后来江坂纯终于顶不住压力，发文声明岸本的火影忍者漫画是唯一正作，自己写的小说只是衍生作品，希望读者能有所区分和选择。但这样的声明依旧不能让佐迷满意，毕竟佐助的形象已经被毁了。但相反，佐音党却对这本小说爱不释手，称江坂纯圆了他们的佐音梦。他们等不到岸本1格的佐音，江坂纯却给了他们1本佐音，还夸江坂纯是个令人惊艳的作家，称《佐助列传》是大师级杰作。此话一出，佐迷自然又不淡定了，大骂佐音党实力扣糖吃，连正作和同人都分不清。佐音党却说同人作品本就是这样，木叶秘传里的手菊也很小女人，也不符合她御姐的形象呢。有糖就吃，谁管你是正作还是同人呢？其实对待火影的小说、动画原创、游戏这些衍生作品里的剧情和设定，大家都是很双标的。自己喜欢的角色表现得好就拖出来使劲吹，表现得不好就使劲骂，称不是岸本画的就不能作数。就比如经常看到有人吹卡卡西列传里的卡卡西无上团灭50个特别伤人，能量充足可以使用超大规模的土遁等等。可你知道吗？卡卡西列传的作者也是江坂纯。如果你是卡卡西和佐助的双厨，你到底认还是不认呢？所以我觉得你对小说不满的合理表达是可以的，但区分喜欢他的粉丝群体是真的没必要。人家没有强迫你去接受，你又怎能去阻止别人喜欢呢？佐助列传今年内就会漫画化，到时候我也会跟进做漫画解说，所以赶快关注我呀！如果到时候漫画完全还原小说剧情，那必定会被部分火影粉丝谩骂。只是有一点我得事先说明一下，佐助列传的小说除了封面是岸本亲自画的外，里面的内容跟岸本没有任何关系，漫画也是由其他漫画家执笔，也跟岸本没关系，是名副其实的同人作品。最后还有一点，它不是博人传，所以到时候你可别骂错对象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求个3连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知居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，从火影漫画完结时，佐良娜的性别和外形就一直饱受争议。很多人吐槽佐良娜长得不好看，拉低了宇智波家的平均颜值。
特别是池本笔下的佐良辣还有那么一点点辣眼睛，连带着小樱也一起被喷，说是小樱污染了宇智波家的优质基因。更甚者还骂小樱生不出儿子，断了宇智波家的香火。可也有人说佐良辣的颜值不低，只是被眼镜给封印了，外加发型普通，服装中性，所以整体看上去不是那么出众，只要换身打扮就会很漂亮。那么为什么岸本当初要把佐良辣设计成这样呢？我认为这是岸本为了给《博人传》剧场版和动画造势的刻意为之。以下内容全是本人不负责任的恶意揣测，喜欢吃瓜的朋友可以继续看下去哦。2014年11月10日，火影漫画正式完结。虽然开子代的故事早在漫画连载期间就已经敲定了，但岸本并没有打算接手《博人传》，而是扭头画了自己的新作。但为了铺垫剧情，让火影平稳过渡到《博人传》，岸本在15年先后画了2部外传来讲述佐良辣和四月的故事。其中，七代目火影与绯色花月第一话一经发表后，就在火影圈炸开了锅。常年不回家的佐助，独自还房贷的小樱，还有那拼凑的全家福，一下子将宇智波一家3口推上了风口浪尖。火影各大论坛全是关于佐良辣是不是小樱亲生的讨论。我记得我当时打开贴吧，直接傻眼了，首页全是关于小樱的帖子，樱黑倾巢而出，集体高潮，就等着看小樱笑话。虽然小樱的粉丝各种找设定来力证佐良辣就是小樱和佐助的孩子，但当时大家都是看笑话不嫌事多的心态，谁又会去在意真相是什么？一时间，大家对这个外传更新比之前盼正片漫画更新更加热切。果然岸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，后续的剧情是一话比一话劲爆。第7话更新，水月用亲自鉴定实锤了佐良辣是香菱的女儿，这下彻底让樱粉百口莫辩。小樱和樱粉也再次成为众矢之的，被大家群嘲。什么守活寡、喜当妈、倒贴的男人不回家，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曾经的我你爱理不理，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。樱粉就爱十里扣糖式，这下糖也没啦。祝樱粉拥有和小樱同款婚姻。那1个月可能是小樱和樱粉最黑暗的时光。外传最后一话虽证实了这场闹剧是水月搞的乌龙而渐渐平息，但这个篇章确实在火影漫画完结后又引爆了一次话题。为什么我会说这个篇章是用来炒作《博人传》剧场版的呢？因为这是官方常见的娱乐剧场版的手段。翻看一下历部火影的剧场版预告，你就会发现，官方动不动就会用鸣人死了来博眼球，狮子挂羊头卖狗肉。The Last 的宣传片用佐助来溜粉，结果佐助戏份加起来连30秒都没有，而《博人传》漫画的上映时间就恰巧定档在绯红花月篇连载结束之后，不得不让人觉得这样的安排别有用心啊。此外，通过后面《博人传》的剧情，你会反应过来这个篇章里的内容和设定是站不住脚的。佐良辣说他从记事开始就没见过爸爸，佐助也认不出佐良辣是他的女儿，难不成这12年间佐助一次都没回过家？事实上，《博人传》动画里佐助明明隔3差5就会回家一趟，根本不像外传里描述那样。你说佐助在外执行任务，路途遥远，回趟家麻烦吧？可《博人传》里佐助已经学会了时空间忍术，回个家那是分分钟的事情。你说佐助不喜欢女儿吧？可亲自结识佐助又在百般讨好佐良辣，所以你这样前后逻辑不通，就别怪大家有想法啦。最后就是佐良辣的造型设计，岸本说是综合了佐助小樱的特征设计的，可为什么看上去就是要像香菱多一点呢？还有这个眼镜，靠斜棱眼吃饭的宇智波，你整个眼睛出来干嘛呀？佐良辣怕不是宇智波一族第一个戴眼镜的吧？这样的设计真的不是在刻意引导观众往香菱身上想吗？基于以上原因，我才更推测佐良辣的人设是岸本为了给《博人传》预热而有意为之的，其中也借助了小樱佐助来炒话题。眼下《博人传》漫画应该马上就会进入下一阶段了，希望3年后的佐良辣能惊艳世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